驾。起来！天驱逆贼，跟本大爷装死吗？驾。死了好，省份考量。天驱逆贼历来比那些死囚还不如。起来！起来啊！天驱，我告诉你，驾！你就算是死了，也不会有人过问。天驱并非没有人过问，把他们给放了。好大的口气啊！你谁呀你？我警告你，不要阻挠本官行军法。上！放人！小儿饶命！小儿饶命！伯德也是奉国主之命行事啊！你让我放了他们，我没法交差呀。罪责不用你来承担，我亲自去向百里国主请罪。放了他们！快点放人！大宗主，西远，客官，您的菜。谢了。慢用。多谢大宗主相救。你是下堂的少将军，怎么可能会被流放？西将军呢？大宗主有所不知，长公主大肆镇压天驱，我和叔叔的身份泄露，一回到南怀，就被抓了起来。那老师现在身在何处？长公主要亲自审讯叔叔，想必此时他已经在被押往天启的路上了。天启？啊，大宗主准备前往何处？我现在要回趟南怀。南怀？万万不可！南怀此事太过凶险，况且你又是孤身一人，真要回去，西园愿做你的护从。不，你先找个地方养伤，去集结剩下所有的天驱兄弟们。我会想办法带你们去天启成就老师，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回一趟南怀，去救一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人。驾！我们青阳的牧人说，燕子能飞很远，飞过大海。如今燕子要回家了，阿苏勒，你呢？驾！你看，把钱给我！啊，钱给我！钱，钱，够了，够了！好。哎，你干什么？谁的钱？谁的钱掉了？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快走，快走！喂，刚才你有没有看到？差点砸到我了！砸你了？小猴子，呀呀！还有呢，都快没了。不吃那你吃，你吃。给，猴子。雨然。雨然。雨然。世子既然回来了，有一件事儿，我就不该再瞒着你。据我们信使的情报，世子的父亲
吕宋大军已经去世了，只是封锁了萧。真的要变成死亡之城了。启禀国主，小周公主带到。见过国主。殿下来南怀多日了，不知是否能住得惯。劳烦国主挂心，小周住得很好，只是不知国主召我进宫是有何事呢？孤家知道殿下与长公主素来不和，而你却敢孤身一人来到南怀，不怕我绑了你，送到天启吗？怕，但对小周来说，有很多事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殿下勇气可嘉，这样的孤勇，在这9州之中，多数男人都赶不上。只是我知殿下当初是迫不得已离开天启，难道就没有想过要回去吗？国主所言，我不明白。我与殿下就明人明语了。孤家现在被天朝所封为方伯，统领各家诸侯，在帝都还驻扎着我下堂2万兵士，随时听我调遣。商阳城之战，各诸侯已无兵无将可用。换句话说，长公主只是孤家的傀儡。各家诸侯与陈越在商阳关开战，无数将士化为白骨之尸。国主竟在行着暗度陈仓之事。如今你做到了，你做到了连赢无益都没有做到的事。既已如此，国主何不自立为帝？赢无益，一介莽夫而已。大踏殿下，无视皇朝之存在。我不同，我是帝朝的方伯，是天启最忠诚的臣子了。将白氏王朝如此玩弄于股掌之间，国主竟然说自己是忠实的臣子。我领兵进入天启的那一刻起，白氏王朝就不复存在了。殿下心里应该明白，
我说我是臣子，只不过是给皇朝一点薄面。况且，我没有称帝封侯之心，我只是想邀请殿下和我一同执掌着天下。你现在是白氏唯一的后裔，长公主倾心沉悦，民心不得。我可祝殿下回到帝都，杀了长公主称帝。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嫁给我儿子。国主利用完了长公主，又想让我做你的傀儡，如此条件，恕小周不能接受。你还有的选择吗？我并非孑然一身，我的母亲是楚魏国主，若是楚魏与夏唐互为死敌，怕是国主称霸天下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吧？殿下是在威胁我。你先看看这个，再来回答吧。殿下心念的青阳世子回来了，我听闻在天启，殿下与世子要好得很呢，以至于他都忘了还是我夏唐的夫婿。夏唐青阳定美，青阳大军红逝了，现在这个世子就是我的一枚弃子而已。我夏唐馈赠给青阳无数的粮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唯有杀了青阳世子。国主，世子虽为青阳世子，但也有功于夏唐。古北口、商阳关，世子都把自己当作是夏唐的一员，还请国主求国主开恩。殿下，你不应该求我，应该求你自己。在年轻人看来，这爱情是很重要的东西。其实爱情是最抓不住的。要他活着，还是要天下？在孤看来，不难选择。若我答应你，你便会放了他。世子，小周殿下到了。小周，本来说好要等着你送我回楚魏的，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我一直都等着青州的消息，还能见到你真好。让你受苦了。雨然跟姬野他们还好吗？
他们都挺好的。青州的事情，我之后再跟你说吧。你怎么一个人来南怀了？南怀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万一有什么差错，归臣不知道如何面对。世人都说南怀胜景天下无双，我早就想要来看看了。况且，是我把你从这里带走的，就要在这里等着你回来。你也很久没有回来了吧？我陪你出去走走。好。早就听说南怀富庶，这里的人好像过得比帝都还要好。今日一见，还真是这样。尝尝。谢谢。真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说起来，南怀也算你半个故乡了吧？你现在走在街上，就像真的东路人一样。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南怀接你的时候，你还穿着青阳的衣裳，满头都梳着辫子。小周，我阿爸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既然不能马上回到青阳跟你阿爸告别，就用这种方式跟他说说话吧。但其实这些纸船根本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所以我想说的话，阿爸他是听不到的。不过小周，还是谢谢你。阿苏勒，你会回到青阳去吗？我今天已经跟百里国主请辞了，我想回青阳送送阿爸。这些年在东路，你后悔过吗？我不后悔。我也不后悔。今天叫世子来，是国主要我问一句：起兵北路之事，世子考虑的如何了？国主当日答应我，要送小周公主安全回楚卫。此事进展如何了？这是小事，国主言出必行。通关文牒昨日就已经送达了驿馆，此刻小周公主恐怕已经离开了。当初是我从北路把世子带来的，所以今天想跟世子多说几句。世子看这个邢台，
当年国主在这里斩杀一位非常重要的贵胄，也是我第一次做监斩官。我记得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可是大雨却怎么也刷不干净血迹，就像印在人心里一样。世子来东路这么久了，似乎这一点还是没有学会。归臣理解的杀伐果决，可能和将军不一样。阿爸送我来东路，只是学习东路的兵法。至于能不能做王，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世子不过是逃避罢了。你是青阳世子，你生来就要承担王的责任。拓跋将军不必再劝我了，归臣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请将军回去回禀国主，哪怕国主把我送上这个刑台，结果也不会随国主所愿。这算是你对国主和夏唐的回答吗？是。你哥哥们争王位，又如何做主人？你只会选择做谁的奴隶而已。不管我哪个哥哥当大军，他都是我们草原的王。至于我吕归臣，我谁的奴隶也不做。那世子就在监狱中等待断头之日。臣预计可在下唐各郡县征收到精兵10万，预计10日内就能集结到南怀，以助国主图取青阳。臣还……国主，我明明已经答应你的婚约，你为何还要将世子下狱？殿下不必担忧，顾家这么做，只是在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教导孩子？教导孩子会昭告天下10日后问斩吗？看在殿下的面子，我本已答应放他回去，而且许他10万精兵，只要他能夺回本属于他的青阳大军。我是在帮他，可他却不领情，还说什么不愿意做我的奴隶。我太了解世子了，国主这样的要求，他是断然不会答应的。他才是青阳正宗的继承人。世子来东路时间长了，该长大了。况且以他现在的处境，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我想过几天，他是会想明白的。若国主执意如此，那前日我们所约之事全然作废。但若国主现在愿意马上放了世子，我也愿再献上一样东西。
里宁亲，怎么会是你？公主殿下多有得罪。南怀是属于百里家族的，宁清自然可以出现在这儿。你是帮我回帝都的？殿下多虑了。宁清知道殿下急着出城，可南怀戒备森严，殿下身份特殊，恐怕难以脱身。商阳关内句句肺腑，难道殿下还不信我吗？百里国主已经癫狂了，阿苏勒现在身在牢狱，我必须要出城。这正是我出现在这儿的原因。我在帝都百里家了解到南怀的具体结构，鬼市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密道。我愿意送殿下安全出城，城外会有一匹快马，殿下回到楚魏，此事或许还有转机的可能。可你这么帮我，你又为的是什么呢？宁清只是不愿看到未来可能成为我大印王者的人就这样客死在南怀罢了。桓郡主，你怎么来了？父亲说，只要你答应他的要求，事情就还会有回旋的余地。你会答应他吗？我在门外备了一匹快马，你走吧。郡主，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古碑口帮助夏唐击败了离国，在商阳关打败了赤牙。阿环不懂政治，但你救了那么多人，我念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既然不打算答应父亲的要求，那我就只有一个条件：今后不再与我父亲为敌。我不能走。当初是青阳和夏唐结盟在先，夏唐付出那么多精铁武器和粮食，留在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归宿。可是，郡主如果真的想帮我，劳烦带几封信给我的朋友。臣越雷碧城前来求见郎主。你确定吗？从未有外人见了郎主的容貌还能活着出去。我只和真正的郎主对话。
陈越的人来我朔北，有何贵干？我从草原为狼主带来了好消息，青阳大军已亡，现在是踏平青阳的好时机。当年，青阳虎豹骑席卷汉州，猎杀整个草原，朔北也不能幸免。草场被捣毁，牧民被奴役，为了保住一时之安宁，狼主忍受了奇耻大辱，将女儿下嫁给青阳，自己则带着狼群来到了这极寒之地。我在想，狼主没有一日不想踏平青阳，报仇雪恨，手刃贼人。狼主，请息怒。我跋涉千里来此，不是为了激怒狼主，我为狼主带来了进攻青阳的计划。撤！朔北人，是朔北人！你疯了！那是黄金王，你射死他，朔北部会举步来袭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快禀报大军！撤！我们或许是南怀城里仅存的天驱，西元是个戴罪之人，命不保夕，却召集了诸位兄弟，和我一同去做一件必死之事。如果有人后悔，想要离开，我绝不拦着。好，既然如此，大宗主有难，明日如果我们不能够救出大宗主的话，就随他一同战死。我们是武神的使者，武神的使者，是北辰之眼下的武士，北辰之眼下的武士。我们因尊严而荣耀，因尊严而荣耀，以勇敢而自豪，以勇敢而自豪。铁甲依然在，依然在。帕苏尔，你是否愿意接受百里国主之恩赐，继续坐享青阳世子之位，并领甲胄之兵10万，踏破北路？自此，青阳将成下唐之永久藩属国。
我们青阳人谁的奴隶也不做。
你再不动手，我就死了。快回避！国主，快回避！一条蛮狗而已，我逼他做甚？不是蛮狗，是青铜家族传承下来最强的血脉。他就是靠这个霸气的剑吗？顾家倒要见识见识。七爷，你是不是傻？都说让你快走，你还非要过来。你说了要在南怀等我，我怎么可能不来？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不过今天，你可能得跟我一起死在这儿了。我来就没想活着。好，那我们就一起死。百里惊鸿，你这条老狗，来呀，来咬死我们啊！国主，现在怎么办？这就是所谓的青铜血脉，不过如此。命令弩营乱箭射死他们，以及我下堂死去的英灵。是。铁甲依然在，铁甲依然在。我拦住铁浮屠，快！受苦了，世子，你没事吧？你是与孤定了盟约的人，怎敢逆你孤的意？罗马星，杀了他们！给我杀了他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出城再说。走。阿孙老，既然活下来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去做。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在城外等我。好，小心。我说话你没听见吗？杀了他们！国主，大势已去，我们没有胜算。青阳人必然会因为今天的事而降罪，
不如死在我的手里，好过死在那些青阳人手里。国主的乱世伟业计划就由我来完成吧。放心，郡主和少主，我一定会照顾好。叶儿，父亲，我去过家里，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听说是被官府查封了。你在这里卖字画很久了吗？你被国主流放不久。 就有一队鬼符营来抄家，长野的。长野怎么了？他们说你伤人逃跑，犯了死罪。长野他代兄受罚，已经流放很久了。对不起，父亲，这都是我的错，让您受苦了。 也让你蒙羞了，父亲，请您允许我带您出城避难去吧。为父当年居家客居南怀，一辈子小心翼翼，不求闻达。 就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
只不过连这个最简单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在这个乱世，人不过是蝼蚁一般，哪里有是能够避祸之地呢？可是父亲，我闯下了大祸，我不能丢下您不管。言儿，你长大了，有些事情需要你自己去判断，做不做。做了就要负责任。这里是我的家，父亲老了，不走了。长夜的母亲死在了这里，我就在南怀陪她，哪里也不去了。走啊！快走！不要再害姬家了。也要父亲陪着你去死吗？走！不要让我再看见你！给我滚！主子，我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小周公主，是她把我们带到了法场。主子，你现在不能回北都城。怎么了？你大哥比莫干现在是青阳的新大军，我们青阳很多人都不服。而且疏北部的白狼团，趁着我们混乱，越来越接近北都城。家里现在太危险了。阿苏勒。玉、田体在，你们两个在这儿等我。我和小周公主说句话。是是。阿苏勒，你才刚刚死里逃生，青阳那么危险，不要回去了。小周，答应我，不要回青阳了，好不好？撤！撤！阿苏拉！玉，姐，你方才去哪里了？没有追兵吧？我去见了我父亲，也算是了却我的心愿。我阿爸去世了，我要回北路去了。在此之前，我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西将军被长公主抓去了帝都，但我没办法去救他。阿苏拉，无需多言。西将军是你我的老师，他现在有难，你放心，我立马回去救他。这个大宗主的戒指留给你。
铁岩，挑几个精壮的战士，护送小周公主回楚卫。是。我跟你一起回青阳。小周，青阳现在内外交困，这是我们青阳人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让你跟我去冒这个险。阿苏勒，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生死，于我而言，现在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来东路这么长时间，承蒙殿下照顾，归臣感激不尽。上马！阿苏勒，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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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放开我！走开！走开！放开我！放开我啊！放开我！放开我！百里少主，此次青阳人的铁浮屠犯我下堂，是末将拼死力战，才力保下堂不致亡国，如此功劳，该如何奖赏啊？那就封拓跋将军为昭武校尉，统万户侯。你父亲百里公封我为卿，你却封我一个区区的校尉，这么傻的一个庶子，把下堂交到你手里，末将如何放得下心呢？
传信帝都，废百里家下堂公爵之位，拓跋山岳不负民愿，继而代之。报，有使者从帝都来，求见拓跋将军。宣使者觐见。小使受长公主之命，来向下堂国主敬献方伯之喜。信使可知，下堂国主已经易主。长公主只吩咐是下堂国主，所以小使只认得在国主之位上的那个人。呈上来。百里家人还没死绝，宁亲来见过将军了。我们百里家700年的荣光又回来了。传宗伯，上表帝都长公主，宁亲是祸国贼子拓跋山岳，代家族掌管南怀。下堂仍是长公主为大印国统，承印国运，岁贡如常。这是路过上个镇子的时候，我让铁爷专门去买的。他们东路人手艺比我们草原精巧，有了这个，你就不用再炖水梳头了。苏曼，有没有人跟你说，你是我们草原最好看的姑娘？反正丹湖告诉我，说虽然我是世子，可我的帐篷里边，他没有一样能看上的东西，除了你。他们都说南怀城有好看的姑娘，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郡主好不好看跟我也没关系，我这身子。结亲了，不就害了郡主吗？我当时就应该让阿爸给我一群羊，我骑着马，带着羊群，
去没人的地方生活。肯定带上你。出马！你没事吧？世子，你们是谁？世子不该南来，应该去天上。你先走。斩铁剑。
世子，把世子带走。世子，世子，带走。世子，世子，怎么还得赶路呢？在想什么呢，世子？我在想，从我到这儿到我离开，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了？可我突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这是我在东路学到的8个字。世事变幻。那草原又变了多少？没了苏玛，没了阿爸，草原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北都城就要到了，大家跟上，不要掉队。你们看，前面是狼群。这些狼本该生活在草原北方的边缘上，现在到处都是。我们现在离北都城还有多远？就快到了，还有10几20里。这条河就是台勒河，我们沿着河道走。我在想，如果北都城已经被围困，那我们贸然逼近，很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我们应该先派遣斥候，同时全军进入戒备状态，因为从现在开始，随时可能遇见敌人。世子的东路兵法学的就是好，差遣斥候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穿铁浮屠甲胄。为什么？世子，你知道北都城内一共有多少铁浮屠甲胄？只有1000具，多一具都没有，所以一具也浪费不得。还有这些人，他们为了骑赤血马，穿铁浮屠甲胄训练了10年。说起这些价格，它比金子还要贵。这支骑兵是专门为了对付朔北准备的，所以没有大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动用铁浮屠。但大军怎么舍得用这么多铁浮屠救我一个人？你是他的弟弟啊！铁岩，铁岩，父亲，沿着河道到前面探路，有任何情况向我汇报。是。驾！父亲，怎么了？有敌人吗？已经没有敌人了，我来叫你们去看看他。走。撤！这儿发生什么了？刚刚这里发生了一场恶战，是朔北人，狼王来了。领兵的人是谁？以死去的士兵看，应该是穆离将军。穆离将军，枪！世子，快跟着世子！世子！驾！
二王子。王乐火儿，王乐火儿，我知道你在这儿，你给我出来！王乐火儿，你还是老样子。莫离，你老了。莫离，我曾经是那么的欣赏你，你在我眼里是一匹凶狠的狼，磨尖了牙齿和爪子，想要扑上来咬断我的喉咙。可是看看你自己，看看现在的穆离，你只是青阳部的一条老狗，吼叫着要为主人尽忠。看到你这样，我倒有些难过。结束了。穆离将军，阿苏勒帕苏尔，你知道我的名字？你还记得你的母亲吗？我记得，但你不配提她。可惜，我们的小狼崽却被青阳养成了丧家犬。我今天不想和你打，回去吧。把穆里和恐惧带回给青阳人。将军，世子，是二王子。走，带他们回家。铁岩，去找大夫，快！是。就是他！你让我干嘛？就是他！穆离将军，记住，男人心中要有求生的心，不能怯懦，不能畏惧。
将军！啊！大哥，阿苏勒，我最亲爱的弟弟，你终于回到青阳了。你受伤了，严不严重？这是穆离将军身上的血，我回来晚了，没能救下穆离将军和二哥。他们是我们青阳部的英雄。是，这一仗打得太惨，穆离将军死了。 铁油也。先别说这个了，毛老虎儿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我们要想想办法才行。三哥，阿苏勒，回来就好。如果阿爸还在的话，他见到你应该会很开心的。世子回来了，我们自然高兴。但是对于穆离，恐怕 不像世子所说的那样封他为英雄吧？为什么？为什么？穆离不听众言，私自开战，才导致失败。他是咎由自取。不错，他不但没有挡住狼王的脚步，反而点燃了他的怒火。对，我倒是很奇怪呀，穆离既然是偷偷出战，狼王怎么能知道他的行踪而预先埋伏呢？ 谁能想到他带着区区几千个人就敢乱来？你是说，穆离帐下有人泄密？哼，你们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穆离将军和他手下的武士们用血染红了台勒河，他们为保护青阳献出了生命，他们就是青阳的英雄。世子，不要发脾气嘛！大战在即，穆离战死， 我们要警惕啊！没错，穆离私自出战也就罢了，二王子也去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一定有人在背后指使他。对，够了！那天在大帐里，我说了，2天之后告诉你们我的决定。铁油知道我为难，他才会和穆离带兵去杀狼主。虽然他们失败了， 但是我们应该给他们报仇，我们应该想想，到底应该怎么对付狼王。正是对付狼王，我们才需要我们真正的大军。说得对，你虽然是老大军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自你继位以来，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既然不能保护我们，那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做这个大军？我至今，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就召开库里格大会吧。对，由7部族的首领共同召开库里格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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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就算重开库里格大会，大军之位也轮不到你。阿苏勒回来了，他是青阳的世子。 不，大哥，你是阿爸指定的大军，我自然会听从阿爸的决定。我现在不是青阳的世子，我是青阳的大纳言。阿苏勒，其实你可以不必去住帐篷，你母亲的房间一直给你留着，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习惯住在那儿了，而且穆离将军刚刚去世，英氏母妈是一个人，我怕她受不了，正好陪陪她。你长大了，
大哥尊重你的决定。我看出来了，你在东路成熟了很多，大哥很欣慰。大哥，这次回来，我会和你们一起守护青阳的。要是父亲还在，这大军的位子，他一定会留给你。大哥，你就别这么说了。阿苏勒，大哥带你见见我的新胭脂。比老三他们都好的。这几天你就先住在这儿。是啊，我都叫人给你收拾好了。不用了。阿爸曾经封我为奴隶王，我就只做奴隶王。我还住在原来的帐篷里。阿苏拉，你不用这么自苦，大哥相信你，不会跟我争。大哥，住在那个帐篷，我觉得离阿爸更近些。大军，答应他吧，我来办。哎。阿苏勒，哎呀，我们青阳的小豹子回来了！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想死我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呦。
我当时去东路的时候，阿爸也是在这儿送的我。他说等我回来，他亲自坐大船去接我。结果作为儿子，我却连阿爸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大和萨，我当时该听你的，不去东路。不，送你去东路，是你阿爸最大的心愿。为什么？你在东路有没有再出现过气血上涌的时候？有过几次。虽然你没有告诉你阿爸，但是他猜到了。当年你在地洞里见过谁，又跟谁学的那一刀。我当年在地洞里见到一个老人，他说他是我爷爷。他就是你的爷爷。你阿爸不愿意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那时候太小，怕你不懂，怕你害怕。他只好把你送得远远的，让你远离那些可怕的东西。可怕的东西？阿爸为什么把爷爷关进山洞里？现在只剩下我这个老头子来告诉你了。阿苏勒，其实你根本就没病，是你的血统跟普通人不同。你和你爷爷一样，都有着青铜之血。我的小儿子阿苏勒，从小身体孱弱，你怎么可以教你的刀法给他呢？他是我们帕苏尔家族中唯一一个流淌着青铜之血的小豹子。除了他，是没有人能够练成大劈之刀的。你会害死他的，那也是他的命。这时过就像轮子，过去发生的，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一次发生。要记住，要想抛弃影子，只有彻底的堕入黑暗。阿苏勒，你听到了吗？青铜之血，传说中可以杀死1000人的武神化身吗？哪里有那么简单呢？其实多年前，这种血脉就被称为狂血。拥有这种血脉的人，不知道是被神保佑了，还是被恶魔诅咒了。他们拥有比一般人大得多的力量和速度，天生就是做武士的料子。当他们血液里的力量被全部激发出来的时候，人会发狂。一个人扫平一支军队，也并非不能做到。我不明白，爷爷既然是这样的勇士，那阿爸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因为至今以来，所有拥有狂血的人，随着他们一次次的使用这种禁忌的力量，他们就会慢慢的丧失人的本性。你的祖先伊玛德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狂战士，可他最后疯了，逼迫那些被自己霸占的亲姐妹们和他彻夜狂欢之后，一个一个的咬死了他们。这就是你的命，今生今世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在你我的血液里，同时住着一个魔鬼。敌人害怕，亲人恐惧。记住，有些东西是无法摆脱的。要么就像我一样，四肢捆着沉重的铁镣；要么就是去死。你阿爸也是怕你爷爷再用狂血乱杀人，才把他关了起来，藏住这个秘密。大和萨，那我之后也会变成疯子，去杀我自己喜欢的人吗？可你是我知道的最善良的孩子，你不恨任何人，
你阿爸曾经感叹说：“这一代我帕苏尔家族，就这么一个拥有青铜之血的儿子，可是为什么偏偏赐给了我最孱弱的阿苏勒呢？”我反问他说：“如果他赐给了你最强壮的儿子，你会不会觉得更可怕？”你阿爸想了很久，说是。我说那就对了，而且你的儿子阿苏勒，他也不是一个虚弱的人。我一直以为我是阿爸最虚弱、最没用的儿子。人的强壮不只是力气大，人的强壮是在这里。阿苏勒，你明白吗？你从不仇恨任何人，这不是你的虚弱，是你的强大。如果要克制那恶魔一样的血统，难道我们需要的不正是心里最强大的人吗？这就是你阿爸为什么要送你去南怀的原因。他希望你远离兄弟间的战场，去完成他最大的心愿。阿爸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今天，阿苏勒去了南方，夏唐国。作为我青阳部与夏唐结盟的贵宾，这件事情我知道。他走之前来这里和我道别。我知道他来看过你了，我没有阻拦他。这应该是你见他的最后一次。你之所以把他送到了东路，就是为了逃避我。我就是想阿苏勒能够平安长大，娶妻生子，最终死在那个富庶繁华的地方。这样，草原上的恶魔就永远抓不住他。你一直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当成草原上的恶魔。不，我是说他的命运。在这世上，他最痛恨的就是青铜之血。但你阿爸不恨你，他爱你，他希望你能够克制住这恶魔一样的血统，不要让发生在你爷爷身上的悲剧重演。这样，你阿爸在这里就能安心了。怎么，我救了阿苏勒回来，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还会救他吗？会救的。阿苏勒心地善良，他是不会和我争的。虽然他以前是世子，但是现在，他是我制约老三最大的把握。是啊，他是最不愿意卷入这样的斗争里去的。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争斗。苏妈，我觉得内奸是老三的人，是老三泄露了穆离的行动，他一定是想消耗我的兵力，他恨不得那天出征的人是我，我会把他的窝棚连根都拔起来。不用担心，我现在是大军了，对付得了他。等赶走了朔北，冬天过去了，给我生个孩子吧。不用怕，
我会保护你，永远保护你。狼主已经在这儿很久了，我想请问狼主，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一些奇怪的事。在我的一生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踏进那座城。东路人说：“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草原上的人说：“宝刀只能在最勇敢的男人手里。”这北都城注定是狼主的。是我的，又如何呢？30年前，我败于郭勒尔。那以后，我就带着我的狼群，走在荒原里，走了30年。有一天我死了，我的狼会吃了我的尸体，我的肉能让他们在荒原里走得更远。这就是我的人生。狼主这样的英雄也会后悔自己的人生吗？我们从北荒来到这里，在距离北都城还差最后一步的时候，狼主居然有了放弃的意思。不，我依然想要占有它，否则我将遗憾地死去。狼背上的勇士蒙了火儿乌尔汗，传说中他的月染过上千人的血，而这样的人居然在即将属于自己的城池前思索，这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雷比城，我想知道你的目的。我的目的，我为那个年轻的身体而来。旅归尘，阿索勒帕索尔。我对这个外孙也很有兴趣。苏吗？大胭脂。阿苏勒，你跟我生分了？没有。这些年你学会喝酒了。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喝奶茶。那就谢谢大胭脂。我在东路才学会的喝酒。你在东路一定有了好朋友吧？我想，你有了朋友才会喝酒。我在东路交到了非常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在大和萨的帐篷里，听大和萨讲外面的世界。大胭脂这些年在外面走过不少地方吧？是啊，回家这条路，我走了2年。好不好，终究是回来了。苏玛，对不起。当年在峡谷，我不知道你还活着。不说这些了，回来就好。我知道，潘达天神终究会把我们都带回来的。
大和萨，外面天冷，你别送我了。以前总是要看着你进帐篷才放心呢。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你们都长大了，可是苏妈跟以前不一样了。都是我的错。她一定吃了很多苦。她比小时候长得更美了，眉眼好像没变，但似乎光芒更冷。毕莫干一见她就爱得不得了，不顾你阿爸心丧就娶了她。希望大哥可以好好照顾她。大和萨，我先走了。世子，你让我们好找啊！我去祭奠阿爸了，还有，我已经不是青阳的世子了。都上里边说。请。你是老大军定下的世子，在我们心里，你才是青阳部正统的继承人。大王子的大军之位是偷来的，他就是逼死老大军的凶手。是啊，大王子生性懦弱，欺软怕硬，根本就统一不了草原上7部。他现在是人心散尽呐。我们愿意在库里格大会上支持世子，助世子夺取大军之位。大哥，是父王亲口定下的大军，那他就是我的大军。是草原7部的大军。世子，现在朔北围城，诸位还是同仇敌忾，守卫北都城才好。若是让白狼团破了城，你们要去哪儿呢？世子，你就不再想想了？不用再想了。还有，若是有人为了青阳内乱出卖青阳，那不管他是谁，我饶不了他。那世子认为，内奸就在我们当中？我说的是，不管他是谁，我饶不了他。世子一定是听了大军的诬陷吧？他用骑兵用诬陷来排除异己。世子就不怕青阳葬送在他的手里吗？我们惧怕白狼，也惧怕内奸，所以肃清内奸才是当务之急呀。第一，我不是世子；第二，肃清内奸，大军会去做。世子还是再想想吧。你可以是青阳部的世子，也可能会是所谓的宰星。你。好小子，在东路学会喝酒了。三哥，我在东路交到了几个朋友，我们总是喝酒。东路的酒和咱们草原不一样，它是甜的，后劲儿很大，喝多了天旋地转的。我们几个那时候喝多了酒，就总上街去跑，捅了不少娄子。我也想去东路看看，要能再喝东路的酒，就更好了。三哥，昨天2大家族族长来找我了。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还是想在库里格大会上推翻大哥，但我希望我们兄弟能联手，一起对抗朔北。联手？
你知道大哥杀了多少人才登上大军之位的吗？我听说了，这事儿是大哥做的不对，但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服他的话，青阳抵挡不了朔北的。不但是我不服他，草原六部也不服他。阿爸心丧，他就把那个苏玛娶了进来。苏玛可是龙阁真皇的女儿，你让草原六部的族长们怎么看？阿苏勒，大哥夺走了你身上本来属于你的一切，这个大军之位本来应该是你的。如果你继承了阿爸的大军之位，那三哥我义无反顾地支持你。三哥，我从来都当不了大军。看来你还是当年那个长不大的孩子啊。阿苏勒，大哥，今日一事，那些部落首领们还是不肯与我好好说话。回来这几日我都看到了，大哥现在处境内忧外患，肯定也十分焦虑。是啊，我感觉我的耐心快要用尽了，有时候我真想放下这一切，什么都不管。大哥千万别意气用事，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大军。阿苏勒也会帮你的。我听说，沃志金、托克勒他们找过你了。是。你要答应他们吗？大哥找我回来，怕过我会争夺大军之位吗？苏玛说他了解你，你不会这么做。苏玛相信的人，我一定相信。希望大哥可以好好照顾苏玛。我记得你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苏玛，还想要娶她，我们都笑话你。那时候啊，以为这样就能保护她，后来才知道，其实很多事儿说到了，但未必能做到。人其实就像冰河上的一片落叶，自己都不知道会飘到哪里，遇见什么样的人。大哥，我在东路啊，也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了。哦，阿苏勒，你是想要告诉我，你在东路有自己喜欢的人，所以我不用担心？你是想安慰我？大哥，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我这次离开家的时间太长了，回来的时候，连阿爸都不在了。这些事情，总是要说给家人听的，不是吗？阿苏勒，你一直是我最乖巧的弟弟，你总是害怕伤害别人，却不怕自己受伤。大哥，我真的有自己喜欢的人了。好，大哥相信你，我的阿苏勒有他自己喜欢的人。等北都城的事完了，我想回去看看。这些话，阿爸在天上听见，一定会非常高兴。爷爷，我回来了。爷爷。
阿苏勒，苏玛，你怎么来了？这边的冬天太冷了，我怕你刚回来还不适应，给你带了件披风。御寒的衣物，英氏母妈都帮我准备好了，就不劳烦你了。其实你能回来，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如果这件不喜欢，我明天再让他们打件狼皮的。苏玛，你现在是青阳的大胭脂，这些事情都不用你来做。就算我是大胭脂，在我心里还是能经常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那时候我还是你的奴隶。大胭脂，今日时候不早了。那大难言早些休息，我先走了。西将军，西将军，好生雅致。不过末将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将军。难道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天驱和青阳铁骑劫了南怀城的法场，他们劫走了青阳铁骑的世子。还把下唐国主百里景洪给杀死了。长公主很不高兴，她吩咐要杀一个天驱的寇首，昭告天下。帝都是有王法的，不会允许天驱肆意妄为。看来这鸽子尚且有藏身之处，我们这些人却无处躲藏。按律法，这是给我送的最后一顿饭吧？长公主有吩咐，西将军是个身份尊贵之人，您的这一顿得管饱。将死之人，还有多一个要求。将军，但讲无妨。有酒怎能无乐？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再给此人一本乐谱，《半生寒》。半生寒，乃是帝都名师怀申宇的名作。末将不才，略通一二。愿与将军助兴送行。长公主为了杀我，考虑的还真是周全呀。西将军，末将献丑了。
谢将军，我心里有过你。弹得好，弹得好啊！记得点赞关注哦。